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是被由称作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建立。在《封神演义》中说，是因为姜子牙把神位都封完了，自己就只能留在人间。历史上也差不多，只是没有封神的那一段。在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成功后，就被封为了齐侯，定都于营丘。齐国从姜子牙建国以来是国富民强，能征善战。到了齐桓公姜小白的时候，通过尊王攘夷，成为春秋五霸之首。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，齐国呢最后是被分为了姜姓齐国和田氏齐国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如果喜欢本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。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这件事儿还要从齐国田姓始祖陈完说起。公元前705年，陈国陈厉公陈佗生下了儿子陈完。陈厉公请周太史为自己的儿子卜上一卦。周太史卜卦曰：是为关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，此其待臣有国乎？不在此，其在异国。非此其身，在其子孙。若在异国，必姜姓。姜姓太岳之后，物莫能两大，臣衰，此其昌乎？意思就是说，这孩子的后人啊，一定会将一个国家取而代之，那个国家呢，一定是姜姓的后代。陈厉公呢，对这事儿也是半信半疑。公元前699年，归临谋权篡位，自立为陈庄公。作为陈厉公公子的陈完只能是大夫。陈庄公在位5年后去世，其弟楚臼继位为陈宣公。公元前672年，陈宣公见太子和陈完交好，以为这两人要谋曹篡位，就先杀了太子玉寇。陈完见太子被杀，自己早早的就逃走了。当时的齐国呢，正好强盛，齐桓公在位。陈完到了齐国后，受到齐桓公招待。本来齐桓公想让陈完做卿，陈完感激齐桓公，但并未接受。他认为自己来到齐国，不做苦劳的工作已经很好了，怎么还敢奢求这么高的位子？齐桓公呢，见这还蛮客气的，便让他在齐宫里做了监工。齐国大夫齐义仲见陈完长得不错，品行也好，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陈完，还给陈完又卜了一卦，是谓凤凰于飞，和鸣锵锵，有归之后，将遇于姜，五世其昌，并于正卿，8世之后，莫之与荆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一句话，陈完的后代能在齐国强盛。之后陈完在工作上是尽职尽责，又得到齐桓公的封赏。陈完为了感谢齐桓公，就将自己的姓改为了田，也就变成了田完。到了田完的4世孙田无宇的时候，已经是上大夫了，已经不再是逃难来的落魄贵族，而是齐国的世袭的贵族。田无宇在齐庄公期间是深得宠爱，庄公还把自己的女儿孟姜嫁给了他。田家在齐国也算是彻底稳住了脚。当时的齐国君主是姜姓吕氏，还有另外2家国氏和高氏，2家呢也都是姜太公一脉的，一直作为齐国的上卿。齐国也就是吕、国、高3家共同保姜的局面。本来3家互保，田姓呢是完全没有机会做大的。直到齐景公吕楚臼这个在位时间长达58年的齐国国君，让田姓有了收拢齐国民心的机会。齐景公在位的时候，生活过得十分奢侈，各种吃的用的在宫里都放烂了，他都不愿意拿出来给齐国的受苦百姓，饿殍遍地，劳役不止。田无宇作为齐国的大夫，肯定就不能这样干看着呀，他适应形势，对齐国实施私政。简单一点说，就是他给你100块钱，你就只用还50块钱就行了。齐景公知道这事儿，也完全不放在心上，继续该干嘛干嘛。就这样，齐国百姓的民心也就向着田氏了。之后田氏在齐国贵族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，而田氏的手段可不光是在世家贵族上面，在国君的位子上他们都有染指。在齐景公去世之后，继位的晏孺子荼和田氏的掌权人关系不好，田氏就想立齐景公另一位公子叫杨生。田氏掌权人田启一边在和高国2位相国面前笑脸相迎，暗地里又挑拨大臣们和相国的关系，对相国说大臣们要造反，对大臣们说相国要杀他们。田启就带着大臣们领兵进入齐宫。高姓相国高昭子听闻宫中有变，就叫上了国姓相国国惠子去到宫中救国君。相国们被田启打败，逃往他国。田启就趁着这个机会将杨生从鲁国接回到齐国。田启为了让杨生的继位看着名正言顺一些，
就把和他一起造反的大夫们召集起来饮酒。在酒喝到一半的时候，把杨生拉了出来，说这才是齐国国君。本来有人反对的，田启就利用领兵入宫的事挟持反对的大臣。杨生就在田启的家里被立为了齐国国君。原本的国君晏如子被田启派人杀害，吕氏三姓2个逃到了其他国家，另外1个又在田启的掌握中。之后田启就被封为了相国，独掌齐国大权。杨生继位之后4年，被齐国另一个贵族鲍牧杀死。继位的齐简公又因为和田氏的人走得不是很近，又被田氏用田无语的方法收买人心，以至于齐国百姓唱歌都是歌颂田氏的。难道景公和简公就没有想过要把田氏干掉吗？其实也不是没有，只是为时已晚。上大夫晏婴曾经就为景公提出过破解的办法，简单的就是说，他做得好，你要做得比他更好。景公呢，已经奢侈了一辈子，想改也改不及了。简公简直是完全不把田氏收买人心的事情放在心上。当时齐简公的相国监止深得简公宠信，监止的同族子我不知怎么的就有了歪心思，想要杀掉田氏直系，让田氏的远房同族的田豹来执掌田氏。你说你先把事情干了，再和田豹说不就好了吗？非要在策划行动的时候和田豹说。田豹再怎么是田氏远房，但他始终是田氏的人。在得知子我的计划后，田豹就将消息带给了田氏掌权的田横。当时子我正在齐宫里，田横就带人杀入齐宫内，但被子我给跑掉了，田横也就离开了齐宫。他害怕齐简公会因为这件事情杀掉自己，索性直接带兵杀死了子我和监止。齐简公也因为这件事情被杀，田氏就让简公的弟弟继位。从此田氏算是彻底掌握了齐国的实权，其他的宗族被田氏压制的完全没有机会。这些都是田氏在齐国内部的手段，在和其他诸侯国的交往中也是十分的友好。他们为晋国的内部的反军势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，还将齐国侵略鲁国和魏国的土地全数奉还。出使各国的使节也都是田氏的人，和其他诸侯搞好关系，就能够确保在自己将齐国取而代之的时候，不会有人来攻打他们。田氏使用的最后一个手段就是扩大自己的封地。田氏走到田和掌权的时候，齐国国君齐康公沉迷酒色，不理朝政。田和觉得时机已经到了，便将齐康公赶到了海滨的一座城池。在公元前387年，田和通过魏文侯报告周天子，请求将田和立为诸侯。次年，田和正式被立为齐侯。齐国吕氏政权完全被田氏所取代。从陈完到达齐国开始，到田和被立为齐侯，田氏是一共用了286年，也就如同当初周太史为陈完占卜的那一卦一样。陈国的每一次灭亡，在齐国的田氏都强大一些。陈国第一次灭亡的时候，田无宇在齐国收买人心，壮大田氏。陈国第2次被楚国灭掉的时候，田横就把齐国彻底把握在手中了。可能这就是天命吧。如果不是陈宣公赶走陈完，齐国也不会遭此大劫。那么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